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派破，桑德勒不再发布标普500指数的年末目标价格，因该指数不再真实反映股市表现。该公司发现，少数高收益股票，包括科技7巨头公司，对市场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关注，普渡制药的债权人寻求允许起诉其富有所有者，认为诉讼既可以作为谈判工具，也可以作为该止痛药制造商重新开始破产谈判的备用方案。接下来这条，亚股小幅上涨，等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会的证词和美国财报季开始。下一条，热带风暴贝里尔已使休斯顿大部分地区断电，当局警告称，即使该受灾地区气温上升，停电也可能持续数天。下面这条，澳大利亚承诺增加对太平洋岛国银行系统的投资，以对抗全球金融公司的风险限制和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下面这条，受就业数据疲软拖累，美元徘徊于低位，投资者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关于利率道路的证词。法国议会悬浮对欧元影响有限，市场预计欧元区将继续政治僵局。美联储9月降息预期上升至 76%， 鲍威尔将于周2和周3向国会作证，通胀数据也将受到关注。下面这条，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者坚持以数据为依据决定何时降息。此前市场普遍认为2024年可能降息1到2次，但现在有消息称降息可能早于预期，今年可能降息3次。两位投资专家认为降息2次的可能性较大，但降息3次也开始变得合理。下一条，瓦努阿图总理视察华为，了解增强警力、减少犯罪的监控技术。接下来这条，日本央行将在未来几天与市场参与者面对面举行会议，评估公布债券购买计划的现实速度。这些会议旨在与代表银行、证券公司和金融机构购买债券的人员举行3次会谈，每次会议将持续1小时，最后一次会议将于周3举行。下面这条，原油期货在风暴贝瑞尔最严重影响期结束后企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本周2晚些时候发表货币政策报告，这将影响包括大宗商品在内的风险资产情绪。下一条，德国米尔罗斯村为煤矿让路，村民将被迫搬迁。该村曾经历过战争、火灾和分裂，如今却因煤炭开采而消失。尽管德国计划逐步淘汰煤炭，但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供应中断，煤炭仍然是德国主要能源。下面这条，英国最低工资上调可能加剧通胀，并对员工福利产生意外影响，导致基尔、斯塔默提高工资的雄心与商业团体和英格兰银行产生分歧。接下来这条，土耳其发射了第一颗国产通信卫星，以扩大卫星覆盖范围并满足广播需求。该卫星由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最后一条是，本田将关闭泰国阿瑜陀耶府的一座汽车工厂，并将产量集中到巴真武里府的工厂。此举反映了中国品牌积极寻求在泰国获得市场份额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增长的背景下，日本第2大汽车制造商在东南亚市场面临的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